实际上这台16 Pro 是跟了我1年多了，然后下个月17不是要把它发布了吗？然后这次也是提前拿到了这个机模，然后这次的17的外观啊，该说不说，我是觉得没有这个16 Pro 好看的。它这次的外观改的，这里好像是一个玻璃的，但是网上又说是铝合金的，所以具体的话还是等真机出了再看吧。就是到时候这个17发布了，这个16也是要拿去第一时间置换的，所以说它这些屏幕的一些细节以及边框，我这次肯定是要保护好的。那么为了备战接下来的这个17以及保护好这个16 Pro 的屏幕啊，这次也是买回来了这么多家16 Pro 的一个干货膜，找出一款比较好用的干货膜啊，到时候这个17就可以直接用他们家的了啊。所以说这期视频的话，就是简单的测试一下哪些是比较好用的，哪些是不好用的。那么我们直接从第一家开始吧。第一家这个盒子最大，这款是秋骨兔的一款保护膜，我们拆开包装之后看一下。它这个包装拆出来之后呢，是有一个清洁包以及这个定位器的。然后我们先简单的清一下屏幕，然后把这款膜给它稍微贴一下。OK， 这款屏幕清洁完之后，我们只要把这个主条给它拉下来，这个滚轮往下一推，这块膜应该就贴好了，应该是这样操作的。然后我试下来看一下，哎，它这款膜啊是贴好了。那这款还不错，是可以一次性贴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细节啊，它这款膜还是做了有一点啊，它这款膜边缘还做了一点弧度的感觉，摸过去没有那个割手感。给它放大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弧度做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整体的一个包裹很强。顶部也有做这个防尘网啊，覆盖面积做的是蛮大的，已经顶到了这个边框的这个位置啊，手机啊盖都放不进去，这个缝隙的话都还是比较小的，预留了一个手机壳的位置。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黑边会不会出现遮挡，哇，它这款膜黑边还不会出现遮挡，那这种话应该是网上说的那种3D 肉弯的一款保护膜啊，整体的一个细节还是做的蛮不错的，摸上去手感也是比较丝滑的，也不会出现一个太多的一个沾指纹的迹象。但你去戳它都不会出现一个沾指纹，整体的一个疏油层做的还是蛮不错的。OK， 看完第一款，我们直接来看下一款。然后下一款是这个好像是班克士的一款保护膜，我们拆开包装之后看一下。然后班克士这一款的话，包装拆出来之后是一个盖板式的定位器啊，它这好像直接扣上去，拉下这个唇条之后就可以开始贴了。我们把这个唇条拉下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效果。哎，它这个气泡吸附的速度稍微有点慢，我们把这个定位器给它接下来。可以看到它这里残留了一个小气泡，不过像这样的气泡稍微给它一推还是可以推出去的。那邦克斯这一款的话也是可以一次性贴好的，不过邦克斯这一款是一款无黑边的保护膜，它这种无黑边保护膜的话，覆盖面积就相对小一点。放大给大家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边缘的缝隙做的还是比较大的，相比较上一款秋骨兔的话，这整体的一个黑边都露出来了，可以看到，而且顶部也没有做防尘网，整体的一个覆盖面积的话是小了1圈左右的。然后它这款的话，黑边是不会可能出现一个黑边遮挡的，所以说看一下这个疏油层。疏油层的话可能会稍微沾点指纹，但是一擦就是没有了。这款的话疏油层做的也比较好，整体摸起来手感是比较丝滑的。然后就是刚才说的这种无黑边的保护膜是肯定不会出现一个黑边遮挡的情况的。OK， 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款。不是，刚才揭膜的时候发现它邦克斯这种无黑边的膜，它的边缘好容易碎啊！我用指甲这样子稍微一压，它就压碎了。我靠，那像这种无黑边的膜，还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啊，因为像这种玻璃渣的话，可能会把你这个屏幕给刮花了。应该有很多人用那种无黑边的膜，就会用一段时间，可能这个边边角角就已经碎了很多了吧。所以说这种无黑边的建议大家，怎么说呢，谨慎选择。然后我们看一下下一款。OK， 下一款是这个闪膜的一款保护膜，我们拆开包装之后看一下。闪膜的这款保护膜的话，同样也是一个盖板式定位器，不过这一款是有黑边的保护膜。我们贴上之后看一下，它这款跟邦克士那款有什么区别？OK， 它这一款的话，吸附是朝2枚吸附了，不过这个气泡吸附的速度稍微好像也有点慢，可能会残留气泡。我们接下来之后看一下。闪膜的这一款的话，残留的气泡是比较多的，可以看到这个气泡还是要一点一点的去往下面去挤的，不像第一款那样是可以一次性贴好的这种气泡，并且是中间残留的这个气泡是这种气泡稍微一压也可以压没。不过它这一款的话，整体的一个覆盖面积相对于邦克士那一款是要大很多的，因为它这个有做的这个黑边处理也是。同样是快顶到这个屏幕边框了，而且这个顶部是有做防尘网的。整体来说的话，覆盖面积稍微比那个邦克士的要大一点，但是还没有秋骨兔大，并且这一款的话是一个2.5D 的保护膜，它这个的话
边缘可能会有一个出现割手感的情况啊，并且覆盖面积这边也是会容易出现常灰的迹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黑边会不会出现遮挡。闪魔这一款的话，黑边也不会出现一个遮挡啊，好像有一点点遮挡，不过这一点的话也就无所谓了。整体来说也不会出现一个黑边遮挡的迹象，整体的一个酥油层也不会出现一个沾染指纹，不过就是这个贴膜方式会残留很多气泡，可能是我贴膜手法的一个原因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款保护膜。OK， 下一款的话是这个第一位的一款保护膜，然后第一位这个比较有意思啊，它这个对应的型号是16 Pro， 然后17，这个17它没有一发布就已经有这个17的通用膜了嘛，这个我是有点不太相信啊。这个先不管，我们先贴一下，看一下这个16 Pro，能不能贴的比较完美一点。OK， 第一位的这款膜的话，也是一个类似于滚轮式定位器吧。然后我们贴上之后看一下，它这款好像也是一个3D 热弯的保护，但是它这一款贴起来没有那个秋兔那么轻松啊。它这个推这个滚轮还是有点要费力的。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它这款膜的话也是可以自己贴好，但是它这款膜并不是3D 热弯的一个工艺啊。可以看到它这款的一个弧度应该是 2.5D 的，也是最有弧度的，但是整体的弧度还是会出现一个割手的情况。然后边缘的一个覆盖面积也是会漏一点缝隙出来，顶部的防尘网的话也是会漏一个缝出来。然后整体的覆盖面积是不如秋虎兔的黑边的话也不会出现视角的问题嘛。黑边的话也是会出现一点点遮挡的，不过这点遮挡的话也是无所谓的，跟闪魔那款一样啊。然后看一下，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体一个出油层也是比较丝滑，不会出现一个沾指纹。然后像这种 2.5D 的保护膜的话，我觉得如果卖到这个价位，肯定是不如秋虎兔那一款的，因为秋虎兔那一款跟它的价位的话，甚至比这一款还要便宜一点，那么性价比是肯定要比它高的，因为秋虎兔那一款是3D 热弯的，而这一款是一个 2.5D 的保护膜。然后下一款的话是这个不知道是哪个品牌的，它发过来是一个快递盒的包装，然后就是这个它的膜的主体了，也是一个盖板定位器。我们扣上去看一下整体的一个贴合程度。OK， 它这种盖板定位器的话，跟闪膜的那些都是差不多的，应该都是会残留气泡的。不过目前来说的话，好像只有邦克士那一款是可以整体来说贴的比较完美的。我们接下来，我靠，哇，怎么把膜都给揭下来了？我的个！它这款贴好之后呢，也不会出现一个太多的气泡残留，也是只有一点点气泡。不过它这一款也是一个 2.5D 的保护膜，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一款整体做的也是比较厚的，并且这个覆盖面积也是做的比较小。刚刚可能是没有贴好的原因，出现一个贴外的迹象，防尘网跟这个听筒对不上，整体一个覆盖面积偏小啊，这个常灰也是特别严重的。而且它这一款的黑边整体的黑边做的好粗啊。它这款的话肯定是会出现黑边遮挡的，给大家看一下。我靠，它这个黑边遮挡是比较严重的，而且整体的一个酥油层深色感也是比较严重的。好，给大家接下来看一下这款膜的一个黑边，可以看到这款膜的一个黑边做的是特别之粗啊，所以说这种膜的话就不太建议大家去使用了。那么这次总体贴了有这么多家膜下来总体来说的话，只有第一位和这个秋虎兔这一款是2个滚轮式定位器，然后盖板式定位器的话，只有那个邦克式的可以自己贴好，闪魔那一款会出现一点气泡那像那种盖板式的定位器肯定是不会去考虑的了总体来说，剩下这2款肯定是这个秋虎兔的比较好一点，因为这一款毕竟是一个3D 热弯的保护膜，整体来说可以自己贴好，并且整体的一个包裹感以及它膜的一些其他方面的细节都是做的比较好的，所以说秋虎兔这款膜我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这个17到时候发布了之后，肯定应该是会选择去买一下这一家如果说观看的兄弟们有更好的推荐的话，也可以打在评论区，到时候我会一款一款的买回来去尝试一下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先分享到这里了。